从雅间出来，战一晨又带着云初进了另一间雅间，重新点了菜，让宁云初继续请他吃饭。他还说的理直气壮的：“我被你大伯逼婚了，受了委屈，你理应请我吃饭。”宁云初好笑又无奈的道：“我又没有说不请你吃饭，二少不用找借口的。吃了饭后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收拾收拾，从家里搬出来，我担心你大伯会对你不利。搬到哪里去啊？我家呀，我在你们家附近有房子，你搬到我家里去，我请人照顾你。放心，我不会再回那里住。免得别人说咱俩这还没有结婚就先同居了。宁云初，二少别再把结婚的话挂在嘴边，我不会听我大伯的安排。我等会让店员帮我收拾一下我店里面的那间小房间，我可以暂时住在店里，方便很多。那等他大伯也进去了，他再回您家住，那这段时间他搬出来住是安全一点。那谁知道大伯狗急跳墙的时候会不会把他干掉？那当初啊，大伯和他亲妈可是想过要他的命的，就他用一双眼睛保住了命。也行，战一晨没有勉强他搬到自己名下的别墅里去住。太阳偏西，黑夜来临，代表又一天进入了尾声。这战印夫妻俩带着洋洋坐着房车来的医院，不知道是大师的教魂真有用，还是看到妈妈清醒了。洋洋下午睡得很好，现在精神状态恢复如常了。海童就不太好，他就接连2天没睡好，头痛得很。临出门来医院之前，他背着战印偷偷的吃了一包和济公。头痛的时候他都是吃这种药，不过副作用大，要不是实在痛得厉害，他都不会吃的。战印还在自家花园里捡了一大束的鲜花，包扎成花束后，让洋洋抱着进病房的。妈妈，洋洋边叫喊着妈妈，边小跑到病床前，他献宝似的把那束花递到海玲的面前，闪烁着乌黑的大眼睛，稚气的道：“妈妈，送一束花给你，妈妈就能很快好起来的。”海玲笑，只要洋洋在妈妈身边，妈妈就会很快好起来的。洋洋，把花束放在妈妈的枕头边就行。海童走过来，帮着外甥把那束花放在姐姐的枕头边，笑道：“姐，这束花是洋洋选好的花朵，战印帮他剪下来包装好的。”海玲呢，笑得更甜了：“大姨，小飞，我姐交给我夫妻俩照顾着就行，你们先回去休息。大姨，你别太担心，我姐会很快好起来的。”海童夫妻俩替换商太太母女俩，由他夫妻俩守夜。商太太守了海玲半天，眼见海玲精神状态比早上好了一点，她也略略的放心吧。只要人还活着，伤嘛，总会好的。哎，雨过便是天晴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先回去吧，明天早上我给海玲送点粥过来。医生说她明天开始可以吃点流食了。商太太温柔地摸了摸海玲还显苍白的脸，心疼的道：“海玲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到时候大姨好好的帮你补一补，你这脸色看着就让大姨心疼。”大姨，我会好起来的，我现在都觉得比早上刚醒来时要好很多了，就是伤口很痛啊。海玲忍着啊，不敢叫喊一声，怕喊痛了，关心自己的人会更加的心疼啊。商小飞揉了揉洋洋的头顶，洋洋跟表姨说再见吧。表姨再见。洋洋向商小飞挥着小手说再见，还会做个飞吻的动作，就逗得众人大乐。战印亲自送着商太太母女俩走出住院部大楼。战印，最近麻烦你了。商太太感激地道：“幸好有你，彤彤姐妹俩呢才能逢凶化吉，你帮了他们很多呀，谢谢你。”战印温沉的道：“大姨，彤彤是我老婆，姐是我姐，都是我的家人，我帮他们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呀。她是帮了海童姐妹俩很多，但也是因为与她相识，这海童姐妹俩才会被卷入了一些是非之中。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海童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”商太太一直知道战印是管城杰出的青年才俊，自己女儿的眼光还是很好的，就是有缘无分吧。不过战印成了他的外甥女婿也好，至少没有落入别人家。商太太母女俩离开了，
嗯，站印只送着他们上了车，才转身往回走。站印，熟悉的叫喊声响起。站印扭头看着陆东明，一手提着一篮水果，一手抱着一束花朝他走过来。东明，我姐的病房里现在最多的就是果篮和花束，那是别人送的。陆东明觉得自己要悄悄地在海玲病房里争个一席之地才行。天都黑了，你还过来啊？又打算跟我们争守夜的机会？现在我姐醒了，你再留下来守夜，他反而无法静养，费思量的是影响他养身体的。昨天晚上呢，海玲还在昏迷之中，陆东明守夜倒是没事。现在海玲清醒过来，站印是不赞成好友在守夜。他大姨姐还不知道陆东明对他是真有想法呢。陆东明说道：“我就过来瞧瞧呀，不瞧瞧不放心啊。你妈能让你过来？这陆太太瞧不上海玲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”陆东明和站印肩并肩走着，还把那篮水果让站印帮他提着。我的事，我妈管不了。她期盼着我结婚，我有喜欢的女人了，她又极力阻拦。都不知道他是希望我结婚，还是当一辈子的光棍。我就喜欢海玲了，怎么就不行？她现在属于未嫁之身，我未娶，我们俩都是自由身，有自由恋爱的权利。陆东明是不管他出门时，母亲那张脸有多黑的，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都30好几的人了，又不是妈宝男，做事还需要母亲安排指点吗？我姐对你没有那种想法。站印提醒着好友啊。现在说什么谈婚论嫁都还早得很。他大姨姐对陆东明纯粹的很。陆东明不过是海玲的一名老熟客、回头客而已。那硬要扯上关系，那就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了。陆东明，站印，你能帮帮我不？替我在你大姨姐面前美言几句吧。咱们从铁哥们成为连金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不帮，你有本事的自己去追求我姐，能追到手，我和彤彤就支持你们俩在一起。追不到，那就请你不要纠缠我姐，毕竟你妈不同意。站印不拦着，但也不会帮着好友。东明，我和你是好朋友啊，我也知道你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，但是你妈瞧不上我姐，也不赞成你们在一起。我姐经历过失败的婚姻，我不希望她再婚还要受到婆家的欺负。陆东明连忙说道：“站印，我是什么样的脾性你还不了解吗？我的事，我妈什么时候能替我做主，都是我自己说了算的。我知道我妈对海玲有偏见，那是她对海玲不够了解啊，相处的时间长了，她会接纳海玲的。就算她不接受海玲，也影响不到我们。我不跟我爸妈一起住，不会让海玲受我爸妈的气。”站印偏头看他两眼，说道：“东明，你还单着，很多事想得很天真，真正做了，你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是真的无法避免的，总要面对的。我姐要是和你在一起，你们以后难道都不见你爸妈吗？那是你的亲生父母呢。我建议你要不再等等吧，等我姐事业有成了，或许你妈就同意了。况且我姐现在没有再嫁之心，她一心扑在创业上，对你也没有非分之想。你现在就向她表白的话，她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你。她也没有足够的自信站在你的身边，给她一点时间转变。现在她在你的眼皮底下，你也不用担心她会被其他男人抢走。陆东明追求海玲的话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失败的。陆东明沉默了良久后说道：“站印，我再想想吧。现在我当然不会向海玲表白，先等她养好身体再说。等，我也愿意等下去，都单了36年，也不在乎再单几年。年纪越大，他母亲越是着急，那样他和海玲在一起的几率就会更大一点。”两个人边走边聊着，很快就到了海玲的病房里，就看到陆东明又来了。海彤挑了挑眉，不过没有说什么。陆叔叔，洋洋看到陆东明进来，嘴甜的叫了陆东明一声。陆东明笑着应了一声，把东西放下后，关切地问着海玲：“海玲，
感觉怎么样了？伤口痛吗？谢谢陆总关心，捡回了一条命。伤口痛是痛的，在我能忍受的范围内。海林刚醒来的时候，没有留意到陆东明，不知道陆东明守了他一夜。海童也没有告诉姐姐，想着等姐姐伤好出院，再跟姐姐谈一谈陆东明的事。陆东明深深地看着海林片刻，说到脸色还是很苍白，医生能吃东西了吗？海童回答的，明天才能吃点流食啊。陆东明又点点头，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最后他只能像所有来看望海玲的人一样，说了几句好好养伤的话，就告辞而去啊。今晚他是不能再守着海玲的了，待得太久呢，又容易引起海玲的猜疑。在海玲的眼里，陆东明对她的关照都是因为妹夫战印的关系，所以陆东明过来看望海玲，海玲不会觉得意外，但陆东明要是过分关切，海玲就会觉得不正常。战印送陆东明出病房的，海童抱着洋洋在床沿边上坐下，说些能让姐姐开心的事。海玲身体还虚，没一会儿又睡了过去，就连洋洋也靠在海童的怀里睡着。海童把外甥放躺在家属床上，帮外甥盖上了薄被，看到姐姐输着的药液快没有了，便按响了床头的铃声，通知护士过来换点滴。换过点滴后呢，海童又看了几分钟，才转身轻轻地走到外面去。战印推门而入，看到海童坐在小厅里的沙发上发呆，他走过来，挨着海童而坐，揽着海童的肩膀，柔声问道：怎么了？姐睡着了。母子俩都睡着了。海童靠着丈夫的肩膀，老公。海童也就是叫了他一声，没有再说下去。彤彤想对我说什么？战印温声问着他。海童两手搂抱着他，说道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忽然间想叫你。战印宠溺的道，想叫我就多叫几遍吧，我不会嫌烦，也不会嫌吵的。我知道热搜的事了。战印，彤彤，那些狗仔队就喜欢胡说八道的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我没看到狗仔队说什么，只看到你们战氏集团发了一条你的澄清声明，最先的热搜都被撤了。海童并没有去翻找来看，不过看到战印发的澄清声明，他就猜到了原委。老公，谢谢你那样维护我，不管别人信与不信，至少你维护了我，就他都揽到他身上去。你是我老婆，我们要共度一生的，那我不护着你，我护谁？那也是我现在的真心话。我不想那么快要孩子了，等咱们办了婚礼，过够2人世界了，再要孩子吧。彤彤，你真的不用给自己压力的。我爸妈都说了，顺其自然，他们不会催生。我妈说了，10年内她都不会向我们催生。海童离开了他的肩膀，抬头看着他。10年后我已经36岁，要孩子属于高龄产妇了。不等战印说话，他又说道，我也想开，想通了，不想再给自己压力。婚后2、3年，我要是还怀不上，咱们再做个检查，看看是什么原因。战印再次把他揽回自己的怀里，说道，好，3年后我们要是还没有孩子，那咱们一起去做检查。现在你不要再想着孩子的事了。彤彤，你不知道我被多少人关照了，他们个个都说要给我介绍好医生，帮我治不育症。最先关心我的人就是你那个大表哥，他跟我最不对付的了。他夫妻俩婚后几年才要的孩子，我曾经笑过他，说过要给他介绍医生。热搜一出，商无痕就迫不及待地把我当初对他说过的话都还给我了。海童说你是活该，谁叫你以前要笑他呀？他们夫妻俩感情好，不着急要孩子。你说人家有问题，我大表哥当时没有揍你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战印故意垮着一张俊脸，是我的报应。我接电话接到手机都没有电了，连军人都说要把神医介绍给我认识，帮我治一治。想象着战印被大家关心的场景，
海童忍不住笑。海童笑过后问他，军武少认识神医，要介绍你认识，你怎么不答应？云初的眼睛请神医瞧瞧看有没有机会复明。我还真忘了这件事。战印笑道，当时被他们的关心气得想发疯，早就把老二家的事忘记了。不过我之前有跟一晨说过的，宁大小姐的小姑姑也去过 A 市寻找神医，没找到。君然的四哥和神医唯一的徒弟，99%会结为夫妻。等程小姐成了君家的四少奶奶后，一晨去请医就容易很多。99%啊！战印嗯了一声，程小姐是救了君四少的，然后怀孕了，但她不太想嫁给君四少。君家的男人和我战家的一样专一。君四少听说程小姐怀孕了，就跟着神医回去啊。君然说大概会结婚，程小姐会在生孩子之前跟着君四少回到君家吧。但她现在大腹便便的，不方便接诊。宁大小姐估计还得等上几个月，等程小姐生完了孩子，坐完了月子，才能给她治眼睛吧。海童听得津津有味，觉得君家随便拉一个人出来都是故事。夫妻俩本来说好了要去 A 市旅游的，拜访一下君家，现在海玲受伤住院，海童不可能离开管城，出门旅游的事便暂时放下了。哎，彤彤，你困吗？你先去陪着洋洋休息，我撑不住了再把你叫醒。洋洋现在睡得挺安稳的，那位大师还真有2把刷子。战印说道，我奶奶信任的大师，自然是有2把刷子的，他给咱们俩批的命，说咱们是儿女双全之命，你也不用再担心，咱们命里有儿有女的孩子早晚会来。海童点头啊，听过大师的话后，知道自己是儿女双全之命，海童是松了口气啊。他是能生的，只是孩子还没有来报道。我看到你后来偷偷去问大师问题了。哎，你问的是什么问题？还是大师说的这女双全之命是你们提前商量好的台词，让大师背出来哄我开心的。海童想到了这一点，战印忙道，彤彤，我一直和你在一起，在今天之前压根儿没见过那位大师，我也不信这些的，是奶奶信，我怎么可能提前安排好一切？我是偷偷去问问题了，我是问大师，我们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啊？不是我心急，是担心你又胡思乱想。海童忙问，大师怎么说？大师说夏末秋初才有结果。海童9月、10月，哦，那还要再等几个月了。战印就拥着他，柔声说道，老婆，反正咱们今年有好消息的，你真的不要再给自己压力，过好每一天就行。等姐出院后，我请人过来给你量身定做婚纱，希望在婚礼过后孩子才来报道，免得你会累着看到商家大少奶奶怀孕后的辛苦。战印就挺担心海童也会那样，我早就想开了，不给自己压力了，我要做回以前那个海童，过自己的日子去，管别人怎么说。说到底呢，他还是觉得战印的身份地位给了他很大的压力，他们俩差距太大了。希望他的投资项目能让他赚到钱吧，就算不能和战印比肩，至少他也能上到一个新的层次。我去休息一会儿。好。战印陪着他一起进入病房，看着他在洋洋的身边躺下，他又看了看海玲在吊着的点滴，预估还要输上1个小时才能换点滴，他便回到小厅里，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来。那趁着时间还早呢，在工作群里安排工作。海玲呢，住院养伤期间，海童几乎天天都守在姐姐身边。那战印白天回公司上班，晚上会过来陪着爱妻守夜，但这样会很累。海童心疼丈夫，极力劝说丈夫回家休息，却劝不动。在海玲能下地行走后，战印安排了梁姨和另一位佣人过来，替代了海童，照顾着海玲。洋洋在请了几天假后，重新回到吴老师的武馆里上课，依旧由阿七负责接送啊。
海玲一天天好转，管城上流社会却传出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：宁家大小姐居然告了她的亲妈以及后爸，告他们20几年前为了家产，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谋害了宁家曾经的二少爷，也就是宁大小姐的亲爸。宁云初除了把自己的录音笔交给警方，还通过战义臣的帮忙，由苏家调查，把宁总和宁太太年轻时就偷偷摸摸在一起的证据找了出来，那一并交给了警方。苏家那边本来也有宁总夫妻俩的一些见不得光的证据，虽说大部分证据指向都是宁太太，但宁总也是脱不了关系的。故而宁总为了帮妻子争取轻判焦头烂额时，他自己也要接受调查了。哪怕他往外澄清他没有谋害过自己的亲弟弟，他承认自己和太太是早已相爱，在弟弟死后，他不忍看着深爱的女人兼弟媳带着2岁大的侄女艰难度日，才不顾世俗娶了弟媳为妻的。那他愤怒地斥责宁云初是个白眼狼，落井下石。连宁云初的2个大姑也回了娘家，指着宁云初大骂，差点要把春暖花开砸了。恰好战义臣在场，宁家的2位姑奶奶才没有动手呢，就只有宁云初的小姑姑是支持他的。宁家的糊涂账自有战义臣去帮忙清算啊。海童夫妻俩没有过多的插手，在宁家大小姐状告亲妈和后爸谋害她的亲爸后，就到了苏南和沈小军订婚的日子。虽说海玲还在医院里养着伤，住了1星期的院，她恢复得很好，她不能亲自为沈小军送上祝福，无论如何也要妹妹按照原计划出席苏南和沈小军的订婚宴了。病房里啊，海童在给姐姐削着苹果呢。他说道：“姐，你不用催，我今晚会和战印一起去苏家参加婉君和苏总的订婚宴的。”海玲放下心来：“那就好，你要是不去，我赶都要把你赶去，我现在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，还有梁姨他们照顾我呀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”海玲坐在病床上，已经不用整天的输着点滴的，每天就上午会吊上2瓶药液，临近中午就能输完药液，下午可以自由走动走动。就是他受伤的手现在还使不上力，抱儿子都抱不了，他有点担心会影响他以后做生意。医生说只要他好好的休养，能恢复如初的，他才放下心来。我和小军是多年好友，他的订婚宴我绝对会去参加的。海童把削掉皮的苹果切成了4小块，递了1块给姐姐，1块给洋洋，那余下的2块他给梁姨和那位佣人。大少奶奶，你吃吧。梁姨不接苹果啊。海童笑道：“梁姨，你们拿着吃吧，我不太喜欢吃苹果的。”海玲也说道：“梁姨，彤彤是不爱吃苹果，你们不吃，放在这里也是扔掉的。”姐妹俩都这样说了，梁姨他们才接过海童递给他们的那块苹果。姐，那你中午想吃什么？海童放下水果刀，问着姐姐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回去给你做好送过来。我现在的每天3餐吃什么，不都是你和战印说了算？战印让营养师给我安排好的食谱，对我养伤很有好处的。你和战印统一阵线，营养师安排好的食谱，有些不是海玲喜欢吃的菜式。那为了让姐姐好，海童没少哄着姐姐吃完。海童嘻嘻的笑，姐姐想吃其他的，就我还是可以给姐姐做的，不用那么麻烦了。明叔每天送过来的饭菜都能把我吃撑，等我出院呀，我估计会被你们喂胖20斤。他好不容易才瘦下来，住1次院又要被妹妹喂胖了。不仅是妹妹夫妻俩，还有大姨他们，只要过来探望他，都会给他送来补汤。大姨说他流了那么多血，要好好的补一补，每天都会有补血气的补汤送过来给他喝。亲家也是隔3差5就送来补汤。海玲觉得自己住院就是过着养猪的生活，大家把她当成猪来养。哪有，我总觉得姐姐瘦了，脸都尖了很多。海童说着还伸手摸了姐姐的脸一把。姐，
你的皮肤手感好了很多，用着你和小飞送的名牌护肤品，能不好吗？要是不好，咱们可以去砸了那些护肤品的招牌了。海玲还没有和周红林离婚的时候，就她的护肤品也是妹妹送的，只是那时候的她一心栽在家庭上，忙着收拾屋子、买菜做饭、带娃，压根儿就没有好好的保养过自己，导致周红林对她生出了嫌弃之心。以前海彤说姐姐婚后都不爱打扮了，海玲还说都嫁了人还打扮给谁看呀？现在海玲明白了，女人呀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梁姨忙去开门，是陆东明来了。陆东明依旧是一篮水果一束花，跟着他来的还有于茵茵。于茵茵陪着这陆太太来看过海玲2次，这是第一次和陆东明一起过来的。陆四少，梁姨错开身子，让陆东明和于茵茵进来。大少奶奶，是陆四少和于小姐来了。海彤美眸闪烁，飞快地看了姐姐一眼，见姐姐没有半点疑心，她也就神色自若，态度如常地招呼着陆东明和于茵茵了。战印和陆东明谈过后，陆东明不敢天天来看望海玲，1个星期也就来看了2次。第一次还是和战印谈心的那个晚上，现在是第2次。陆总，于小姐。海玲看到2人进来，忙起身。陆东明先把果篮放下，再把花束递给海玲，温和地看着她，说道：海玲，这束花送给你。谢谢陆总。陆总太客气了。海玲接过花束并道谢，她的病房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果篮及花束。她是个小人物，但她是战家大少奶奶的亲姐姐，又是商太太的外甥女、故儿，每天来控望她的人是真的很多。那陆东明只是笑笑，视线落在海玲的身上好一会儿，才关切地问道：医生有说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吗？还要再住1个星期的院才可以出院。陆东明点点头，于茵茵也关心地这问了海玲几句。咚咚，敲门声又响起，保镖推门进来，恭敬地对海彤说道：大少奶奶，周家人又来了。在海玲清醒后，哪怕知道不受待见，周家人还是天天都要来医院一趟。海彤看了姐姐一眼后，吩咐地道：让他们回去。海彤是知道了叶佳妮会被利用，是因为宁太太拿捏住叶家人的命，逼迫着叶佳妮成为她的一枚棋子，负责把洋洋抢走。叶佳妮被警方带走后，不管是周家人还是叶家人都见不到她，只有律师可以。那需要等判了之后啊，家属才能探监。叶佳妮通过律师向海玲道歉，也替自己辩解了一番，告诉海玲，她虽然嫉妒海玲，但她从来没有想过伤害洋洋的。她是被逼无奈才会帮着宁太太，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她犯了法却是事实，等待她的是法律的惩罚。她和周红林的婚礼最终取消了，就周家人还逼着周红林跟她离婚。叶佳妮知道后自嘲地笑，她以为他是个胜利者，殊不知他是个输家，输得很惨很惨。如果当初他没有和周红林一起，或许他现在已经找到个好男人嫁了，过着平淡的生活。当原配和当小三，他一念之差，让自己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。都说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那叶佳妮现在是悔不当初的。是，保镖出去了。这周母看到保镖出来就要进去，却被保镖挡住了。周太太，我们大少奶奶让你们回去，海小姐不想见你们，我们就是进去看看，又不会做什么，怎么就不让我们进去了？哎，谁在里面啊？周母问着。她能听到就病房里面有其他人在说话。战家保镖答道：陆总。周母听说陆东明又来了，马上又要进病房，但战家的保镖往病房门口一站，如同一道城墙，把他一家人都挡在病房外面，一步都进不去。妈，我们回去吧。周红林听到陆东明又来看望海玲，
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他来了，这连病房都进不去；就陆东明来了，里面时不时传来了说笑声。那鲜明的对比呢，让周红林心里失落。红林，周母很不甘心地叫着。红林，那个陆总在海玲的病房里。周红英瞪着弟弟，提醒道：“那是人家的自由呀，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啊？走吧。”周红林说完，撇下了父母姐姐，转身大步离去。他买来的那束花，他都没有交给战家保镖带进去，而是扔在了不远处的垃圾桶里。红林，红林，周母追着他走啊，路过垃圾桶还看了2眼那束花，哎，几百块钱的花束呢，就被败家儿子扔在垃圾桶了。那周父长叹一声，也跟着走了。只有周红英还留在病房门口，他对战家保镖说道：“海玲有贵客要接待，我不打扰他，等这贵客走了，我再去看看他吧，我就在这里等着。”他说着，还真的在附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。战家保镖由着他，只要他不强闯病房，保镖们都懒得搭理这个极品。以前那样欺负大少奶奶的姐姐，现在来装什么好心人。半个小时后，陆东明和于茵茵从病房里出来。等了半个小时的周红英站起来，看到陆东明是和于茵茵一起的，他又坐了下来，还低下头看着手机。装作没看到陆东明的样子。就于茵茵没有留意到这些，他问陆东明：“陆四哥怎么不多待会儿？”陆东明偏头看着于茵茵，于茵茵笑道：“陆四哥不用这样看我，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，并没有带着讽刺的意味。于小姐，那我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聊一聊吧。”于茵茵爽快地答应了他。10分钟后啊，就2个人进了一家咖啡厅。陆东明要了一杯苦咖啡，于茵茵要了一杯拿铁。于小姐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，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接下来我说的话要是伤及你的自尊，我很抱歉。于茵茵坦然地面对着他，笑道：“陆四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又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经受不起风雨摧残呀。于小姐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我妈很喜欢你，极力想撮合我们2个，但我对你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。我的心思，想必我妈早就告诉你了。我希望你不要再把心思花在我身上，那是没有结果的。”陆东明跟母亲说过，不要再拖着于茵茵，他是不会和于茵茵在一起的。于茵茵端起自己的那杯咖啡，动作优雅地喝了一口咖啡后，他看向陆东明，笑道：“陆四哥还真是个直肠肚的人，这话说的是挺伤我自尊心的。那陆四哥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海玲吗？他离过婚，有个3岁的儿子，与你又是门不当户不对的。我就是想知道我是输在哪里，让我好改掉自己的缺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对海玲有那种感觉。是他受伤后，我心慌，我害怕，我心疼，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间对海玲有了那种感情。我不在乎他离过婚，也不嫌弃他带着个儿子，我很喜欢洋洋这个娃儿。至于门当户对这个问题，我是不在乎的。不过为了不让海玲有心理压力，我暂时不表白，愿意等他2-3年，等他事业有成了，我再向他表白。海玲事业有成后，他向他表白，那成功的几率会大一点，因为那时候的海玲那已经成了充满自信的女强人。于茵茵看着陆东明的眼神有着震惊，也有着遗憾，她以为他还可以努力争取一下。听了陆东明的话后，她觉得他该放弃了，不用再去争取，因为陆东明完全是为海玲考虑的。一个男人会为一个女人考虑那么多，就是深深的爱上她了。陆东明现在36岁，很多人在他这个年纪啊，孩子都有2个了，属于大龄剩男。可他为了海玲愿意再等几年，不是等海玲嫁给他，而是向海玲表白。等到海玲功成名就之时，他表白，海玲未必会接受他，就算他最后能抱得美人归，估计也要一段时间，
少则1年半载，多则3年5载，他都愿意等啊。于小姐，对不起啊。陆东明歉意地道，因为我妈对你的喜爱，浪费了你的时间。于茵茵再次喝着他那杯咖啡，好一会儿，他才说道：“陆四哥，你也没有浪费我的时间。我来管城是出差的，是为了考察市场，然后与管城各大集团合作的。我是为了工作而来，住在你们家里，是因为我妈和阿姨的友情。我代替我妈与阿姨重聚，是冲着父母辈的友情住进你们家的，不是为了你。你没有浪费我的时间。等我跟你们这些管城商界大佬都谈成了合作，我自会回去。陆四哥不必觉得对不起我哈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”陆东明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于小姐，怪不得我妈那么喜欢你，你真的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。”于茵茵自信地笑道：“我也觉得我很优秀。我承认我是想和陆四哥发展成为男女朋友，甚至夫妻关系。我欣赏陆四哥，不过陆四哥有喜欢的女人，我们以后就做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吧。我输，我也坦然接受。那你和海玲相处的时间早而长，我是后来者，输在了时间上。我想，若是我早点过来，在你认识海玲之前就过来，你肯定会喜欢我的。”于茵茵是坦然面对不得陆东明喜欢的这个结果，却也有遗憾的，就能让他欣赏并愿意嫁的男人不多。陆东明让他满意，可惜啊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他们俩注定成为了夫妻。他们都不喜欢强扭的瓜儿。陆东明不接话。那没有如果，没有早知道。他对海玲的喜欢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。那是意料之外的事。陆四哥，我还是会住在你家里，在阿姨那里，我也会演戏，让阿姨以为我还在努力加油地追求你。我跟阿姨说了，让阿姨不要插手管我们3个人的事。要是她马上退出来，陆太太肯定会做点什么的。